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来到了四川广元，今天来讲一讲武则天的故事。中国皇帝啊，将近有500位，而女皇只有唯一的武则天。那关于武则天的出生地啊，到现在有多种说法，还有争议。第一种呢是说她出生在山西，之前我们也去过那个地方，这主要是根据她的父亲是山西人。第二种说法呢是说她出生在陕西西安，也就是以前的长安嘛。最后一种说法呢是说她出生在四川广元，这主要是根据他的父亲呢，当时是在广元当官，才有这一种说法。这就导致了四川以及四川广元这边呢，有关于很多于武则天的故事、武则天的建筑。那今天我们看的呢，就是其中之一。在四川阆中还有袁天罡和李淳风的墓，他们好像葬在这边也是跟武则天有关系的。后面我们去那边再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。让在广元这边呢是黄则寺和千佛崖，其中千佛崖呀和洛阳的龙门石窟很相像，也是在崖壁在嘉陵江旁边呢建造了很多佛像，其中有一尊非常大，据说按照武则天模样来的。你像我们在洛阳龙门石窟看到有一个卢舍那大佛，那个是按照武则天年轻时候模样建造的。那这边也有，特别是那个黄则寺里面有一尊佛像它是唐朝保留下来的，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都认为那个是按照武则天中老年形象来建造的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去看一看。其中呢，这个黄则寺也是非常特殊的一座庙宇。这就是黄则寺，是在四川广元的嘉陵江旁边，纪念武则天的一座寺庙，也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主要呢就是它后面呢有一些摩崖造像，历史非常悠久始建于北魏晚期，那个时候佛教比较兴盛，全国很多地方呢都会建造一些摩崖造像，一些石窟，比较有代表性的山西云冈石窟、洛阳的龙门石窟。那这个黄则寺呢，历经北魏、北周、隋唐当时的建造不断发展，渐渐成规模。特别是武则天称帝之后，她为了纪念自己的出生地，也就是所谓的龙姓之地，把这个寺庙呢赐名为黄则，就等于是变成皇家寺庙一样的。广元这个地方被称之为是武则天的出生之地，这也是有专家有学者考证过的。现在准备去这个寺庙里面走一走，在门口有2只巨大无比的狮子，这应该也是现在建造的。这是导览图，里面的建筑还挺多的。刚进来没多久就看到有一块碑，叫做黄则寺碑，上面写的是广元黄则寺，这是上个世纪郭沫若先生写的。当时他来广元这边考察，确定武则天呢是在广元出生，他是根据多方面的资料，在当时这个寺庙呢也发现了一些关于武则天的文字，最终呢确定武则天呢是出生于广元，所以就有这样一块碑。关于武则天的这个出生地一直有说法嘛，我们一开始也说了，山西、陕西还有四川，我个人觉得在四川广元这里应该是可信度更高一点，毕竟他父亲在那个时候是在这边当一个官员嘛。反正首先排除的应该就是山西，特别是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一尊塑像的话，应该更能够确定武则天大概是出生在这一边。这里还有个2圣殿，供奉的是2位皇帝，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，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。一个里面供奉2个皇帝，基本上也没有，而且还是夫妻。中间的右边是唐高宗李治，左边呢是武则天。那这里说的2圣呢，当时武则天还没有当皇帝她是以皇后的身份来这里和李治同朝，那就等于那个时候武则天是可以处理朝政的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主要就是由于当时李治的身体不好然后很多政务是由皇后处理，那慢慢的很多军国大事呢就由武则天说了算，那么他们就2个同朝上殿，让那个大臣跪拜。那在这里呢出现一些说法，
就很多人说这个是由于唐高宗李治啊没有本事，他能力比不上武则天，又软弱无能，怕老婆，才使得武则天呢能够与他同朝上殿。那真实是否这样呢？我们来说一说。真正来讲，武则天能够成功，能够当皇帝，算是唐高宗李治培养的。在很多影视剧中演绎李治呢软弱无能，没有本事，怕老婆，或者说靠老婆，其实不是的。李治只是说有这样一个比较厉害的父亲以及比较厉害的老婆，使得他的存在感比较低。其实李治他当皇帝是非常成功的。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李治，然后再讲一讲为什么说是他培养了武则天。李治这个人呢，是唐朝第3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嫡子，从公元643年被册立为皇太子。649年唐太宗去世，李治呢就登上皇位，史称唐高宗。在最开始的时候，他没有什么权利，因为李世民担心李治水平不够，于是呢，在去世前就指定长孙无忌来辅政。在李治登上皇帝之后，权力呢全部是在长孙无忌手里面。那随着李治越来越长大，当皇帝的时间越来越长，他就想当一个有权力的皇帝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自然而然会和长孙无忌起冲突。那李治呢，肯定是通过一系列的手段要夺权，于是呢，他就先把武媚娘接回皇宫。后面呢，两个人呢又有着共同的利益嘛。武媚娘来皇宫要坐稳位置，李治呢要掌握权力。那他们两个呢就互相的使出一些计谋，废掉了王皇后，同时呢是立武则天为皇后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其实已经严厉打击了长孙无忌以及关陇集团的势力。这样的话，李治呢就掌握了唐王朝的最高权力。那在没多久呢，长孙无忌呢又被说成是谋反，被李治呢流放于重庆。确切的来讲，应该是现在的重庆武隆。当时这个地方呢还没有开发，可以说是一个条件很差的地方。你像李世民的儿子李承乾，当时也发配到这里，基本上被发配到这些地方，下场都不是很好。李承乾在这里去世，一开始也埋葬在这边，在这边还有一个李承乾的墓。长孙无忌呢，后面被下令自杀。那么在很多影视剧或者一些资料说，当时长孙无忌呢是武则天派人去杀的，或者是让他自杀的。那其实错了，那个时候武则天还只是一个皇后，还是初期的皇后，没有太多的权利。长孙无忌作为李治的舅舅，如果李治没有下令的话，没有人敢逼迫长孙无忌自杀的。长孙无忌的墓也是在这边。一位皇帝掌握了大权，他肯定要做一些事情的。我们就主要来看一看，在他当皇帝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到了公元657年，他灭了西突厥；在公元660年，他灭了百济；在公元668年，他灭掉了高句丽。听到这个高句丽，大家是不是很熟悉？当时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失败了，这样导致隋王朝快速的崩塌，这是一个导火线。在李世民时期呢，他尽管说算是击败了高句丽，但是战略目标没有实现，也可以说李世民攻打也是失败的。因为高句丽当时本身就非常强大，它跟当时的唐王朝一样，是属于农耕文明，有自己的制度，有自己的文字。那李治呢，在他那个时候就把高句丽灭掉了。为了能够把高句丽灭掉，李治把所有的资源钱财都支援。当时要修建宫殿，他呢把修建宫殿的钱也放到前线去了。在整个唐王朝时期李治时期的版图都是最大的。从这些事件都能够看出李治的能力是非常强的。唐王朝的帝王，大家想到的就是李世民、武则天。那其实李治的话，在唐王朝皇帝榜上起码是可以排名前3的。武则天是当女皇帝，那实际治国才能的话，武则天是比不上李治的。唐王朝我这样排名吧，第1是李世民，第2就是李治，
第3是唐玄宗。如果唐玄宗没有后期的安史之乱，他可以排名第2。只不过呢，是到了公元660年的时候，李治身体就开始不太好了，经常头晕，眼睛也越来越不好，这就很影响处理政务了。那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他就让武则天参与朝政，处理政务，慢慢的就将手中的权力下放给了武则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出现了2圣刘朝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2个人坐在朝堂上面一起处理国家大事。而且在那个时候李治呢还不怎么说话，因为头比较不舒服嘛。武则天呢，当然了，武则天也是有本事到了公元680年的时候，唐高宗去世，56岁。在他去世之前，他下了遗诏嘛，由他的儿子李显继承皇位，同时呢又加了一句话：军国大事如果有不能决定的，可以由皇后武则天做主。那等于就是整个唐王朝的最高权力给了武则天。李治可能想到他的儿子可能能力确实不太好，那就由武则天去扶一把，如果李显当皇帝不行，可以换另外一个儿子当皇帝。可惜唐高宗李治他没有想到武则天竟然自己最后能当皇帝。其实不光他没有想到，任何人都不会想到一个女人在当时能够当皇帝。因为从中国封建社会都能看得出来，将近500位皇帝只有武则天一个人。从而说，武则天一步步成长，一步步的地位提升，是由唐高宗李治扶持培养的。当然，武则天能力强是一方面，主要还是李治对她的喜欢，对她的偏爱，对她的培养，才会把国家大事交给她。那很多人可能会问，李治为什么不把权力下放给他儿子呢？其实这个跟中国封建社会有关系。李治作为一个皇帝，他觉得如果把权力下放给他儿子，那么很有可能他的位置不稳。皇权争斗是非常残酷的，像他的父亲就是通过政变登上皇帝位，那么李治也担心，那他反而觉得皇后武则天掌权更好一点。这主要是针对李治晚年的情况他早期的话肯定是由于李治没有帮手，他发现武则天聪明能干，然后呢就通过培养武则天来打击长孙无忌，打击关陇集团。那后面他身体不好，那为了防止他儿子就是太子的势力更大，他就把权力给了武则天。从而我们才说，武则天如果没有李治的培养是不可能成功的。在大殿两侧还有一些塑像，是李治和武则天时期一些著名的大臣，特别是左边这一位叫做李绩，也是我们俗称的徐茂公，他深受李世民和李治2位皇帝的器重。在当时，李治跟长孙无忌斗得你死我活，李治没有失败，有一点原因呢，是徐茂公在后面支撑着，因为他当时掌管了军权。我看一些资料，在当时斗争最激烈的时候，长孙无忌、褚遂良他们想尽办法想把徐茂公调出长安，派到其他地方去巡游巡查。结果呢，李治呢一直没有松口，一直让他在长安待着，就等于是稳定局势嘛。当时李治要废皇后的时候，大部分大臣是反对的，特别是长孙无忌他们。李治问徐茂公，他就说，这是你皇帝的家事，不用问大臣，你直接可以自己决定。这样的话，使得李治呢下定决心废掉皇后，打击长孙无忌他们。从而说，他一直深受李治的器重。后面攻打高句丽的时候，他就是统帅。在公元669年去世，享年76岁。他的墓是在陕西的礼泉，他是陪葬于昭陵，前面那个封土就是徐茂公的封土。其中那个墓碑上面的字是由李治亲自撰写的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块。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礼泉的话，可以去看一看，这是在昭陵博物馆里面，他的墓就是在博物馆里面，那个地方保存了很多有关于昭陵的石刻资料等等。旁边这尊塑像呢，是受到武则天的器重。这个人呢叫做李义府，常常说的笑里藏刀，基本上就是从他这里开始的。他为
武则天当皇后掌权立下了大的功劳，当然了，也是理智的一把刀。这个人相信大家非常熟悉了，叫做狄仁杰，神探狄仁杰嘛。旁边呢是上官婉儿，这些都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深足迹的人。在20天后面是大佛楼，里面呢就是有一尊塑像。到了，大家看一下武后真龙殿，这不是我随便说的，是吧？进去看一看，里面呢就有一尊塑像。这尊塑像据说就是按照武则天的真容打造的，应该属于武则天中晚年时期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金光闪闪，那其实它本身是一尊石刻，就是石头，原本的样子就是图片上的这个模样。在景区这里也写着是武则天的真容像。上个世纪张大千也来这里考察过，包括郭沫若先生也来看过。如今我们看到的这个模样呢，是上个世纪93年有一个人捐了一些金箔，相当于贴金，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，感觉像是黄金打造的，其实不是啊。那么我们现在仔细看一下这个真容像，刚刚说了是中老年时期的，普遍认为啊，这应该是武则天登基当上皇帝之后的一个真容像，因为当时黄则仕呢也是武则天登基之后改的名，还是他下令改的名。那么在这个里面呢，肯定是要弄一些关于武则天的一些东西，这个真容像、菩萨像就诞生了。这尊塑像呢，表面看起来是人到老年，显示一个人呢是到了暮年一样，但是仔细看呢，这尊塑像呢又不失威严。更仔细的看的话，感觉啊他的双眼呢正在目视前方，再看看他的大臣到底是在干嘛，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感觉。如果你站在这里一直看这尊塑像，特别是看他的眼睛的话，给人呢会有点胆战心惊的感觉，因为你可能是面对一个帝王，他本身这个雕刻出来就有点威势，会让人感觉不寒而栗。那么武则天坐在这里，有点像我们说像是一个佛在入定一样，他的双手是禅定印。为什么会雕刻成这个样子呢？主要是由于武则天呢，为了稳固他的统治，他宣称自己是弥勒佛转世，代理佛管理大唐。因为当时登基称帝的时候，反对的人太多了，毕竟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当上皇帝。那么他为了当上皇帝，肯定是要宣传各种来使自己登上皇帝合理嘛。在山西还有一些留下来的故事，以后我们也去看一看。武则天能够当上皇帝，也是一路经过了非常多的困难，非常不容易的。在封建社会，一个男人登上皇帝都很难，那么作为一个女人就难上加难了。继续来看一下这个真容像，她头戴高宝冠，冠上面还有个坐佛，颈戴项圈。确实这个石刻刻画的还是比较逼真的。反正你这个塑像如果站的距离刚好合适的话，感觉确实会让人害怕，威严非常高啊。主要就是他那个眼神确实让人害怕。那么关于这个武则天的真容像、洛阳的龙舍那大佛以及这一尊佛像，估计武则天都看过才最终确定下来的。这尊塑像看起来武则天还稍微年轻一点，如果是原本的那个石刻像的话，感觉武则天年纪还更大一点。再这样看一看这个真容像，那么武则天长这个样子，大家相不相信呢？我感觉这个可信度还是挺高的，毕竟呢，这尊石刻像1300多年了。那这个真容像就看完了，我们现在去顶部看一看另外一些石刻。这是在顶部，大家看一看，是不是也很精美呀？好像这些是唐朝初年的，这些造像完全可以跟4大石窟里面的媲美，只不过是没有那么多。这里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就是跟这些造像有关系。这里有一尊造像是非常特殊，也可以说是我们迄今看到这些各个地方造像最独特的一个，就是在中间大佛的下面呢，有一个小人，在这里呢称之为供养人。它高度只有 0.7 米，
身穿整齐的官服，这个跟我们普通的那个照相有点不一样。头上呢戴着唐朝时期的官帽，双手合十，跪于佛前，虔诚的祈祷着，在大佛脚下显得卑微且渺小。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大佛下面会有一个这样的小人呢？究竟是谁？说法不一。有一种说法是张大千老先生提出来的，他考证认为此供养人呢应该是被废之后的唐中宗李显。当时呢他可能被废之后路过这里，他呢希望回到长安，于是呢就在这个地方弄了一个小人出来，以取悦他的母亲武则天。另外一种说法呢，这个小人呢是武则天的另外一个儿子李贤，他也是被废，后面呢监造黄则仕令石工呢将自己的像雕于大佛脚下，忏悔请罪，等于都是取悦他的母亲。这种形式的雕刻很少见，这些说法都是大家猜测的，具体是什么我们就不从得知了。黄则仕就看完了，现在来到了千佛崖，这里呢也是比较有名的摩崖石刻，在墙壁上面也有很多照相，就跟洛阳的龙门石窟一样，都是在河流旁边。这些石刻也大概是从北魏那个时期建造的，特别是中间那一尊大的，也有一种说法是按照武则天模样来建造的。大家看像不像？我是觉得好像和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有一点点像。这是洛阳龙门石窟的，我感觉洛阳的、黄则仕的，还有刚刚千佛崖的，可能是武则天3个不同年龄段的。这洛阳龙门石窟应该是最年轻的。洛阳龙门石窟大家非常熟悉，可能很多人来过。四川广元这个黄则仕很多人可能就不知道了。大家如果对武则天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来这边看一看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